最两边的呢是我自己的两个 HomePod 一代，然后这几天我搞了两个二代，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聊聊 HomePod 二代的一些事儿。苹果公布 HomePod 二代之后呢，立刻有很多媒体报道了二代相比一代的一些纸面参数，比如说麦克风从6个减少到了4个，高音扬声器从7个减少到5个，处理器呢也从手机的 A8 换成了手表的 S7，WiFi 呢也从一代的 WiFi 5换成了 WiFi 4。不少媒体呢就开始报道说，二代产品实际上比一代是降低了配置。经过我几天的重度体验啊，我现在跟你事无巨细的分享关于 HomePod 二代这个产品的一切。那我会概括的要聊一下我大方向的一些话题啊，接着我会一点一点的展开聊，一定有你关心的话题。扬声器的部分呢，我会聊聊对音质的影响，波束复形 beamforming 的这些效果，还有高低频下的这个音频的表现。麦克风呢，因为也少了2个嘛，实际体验会有哪些区别跟一代相比，我也会聊一聊。然后呢 WiFi 和芯片，到底 WiFi 5换成 WiFi 4 A8 换成 S7 算不算是降配？还有呢，第二代 HomePod 添加了用于空间感知的这个 U1 芯片，还添加了温湿度传感器。随着这些传感器的添加，苹果是想干什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二代的这个 HomePod 未来还会不会通过固件更新解锁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这种4个 HomePod 甚至6个 HomePod 组成这种多声道的这种可能性？还有呢，通过支持 Thread 通讯协议。HomePod 二代和苹果的下一代的家庭控制主推的这个 Matter 标准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我也会聊一聊我的想法。最后呢，我会分析一下 HomePod 二代面对的是哪些用户，相比一代确实便宜了几百块钱，那么这样的优势能不能卖得比一代更好？下面我开始聊这些话题之前，我先说我自己的结论。HomePod 二代呢，相比一代确实是减配，但完全不是降配，这两个概念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音质方面呢，有点复杂，等一下听我详细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对比一代有综合性的音质上的变化，多数是提升，但是仍然有一些领域呢，对比一代有一点点不及。综合来看 HomePod 二代和一代一样，面对特定的人群啊，我都会推荐，算是一款好产品。但是我仍然不觉得对苹果来说，针对大众消费市场 HomePod 这个产品会是一款广义上成功的产品。那我先聊最关键的话题啊，就是音质。一二代从扬声器来看呢，区别就在于一代有2个高音的 tweeter， 就是高音扬声器，那二代是有5个，都在机器的下半身。但是二代的5个高音扬声器的阵列呢，有明显的这种上倾角。低音方面呢，两代产品都是有4英寸的这种长冲程的低音炮，但是我在网上看有些评论说一代是4.5寸啊，二代是4寸说是减配了，但是跟我自己从官网上了解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经过我几天听音乐的体验，我的感受是二代啊，在中高音表现力非常明显，是属于非常明显的强于一代的。具体来说呢，就是每一种乐器人声都非常透亮，明显的感觉到不同乐器之间的隔离感很强。一代的 HomePod 呢，属于那种很多声音揉在一起不够透亮的感觉。我测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啊，我的结论就是二代听古典听交响乐这些音乐的时候，跟一代的音质差别非常之大，音质的提升非常明显。但是呢，一些流行音乐或者说有鼓声啦，有大提琴啊，这些比较注重低频表现力的音乐，一代的这个低音的效果，重低音的效果，其实给我的感觉更好，几乎等同于二代在中高频的这个优异的表现力一样。这里我先说明啊，我本人呢对音频不算是发烧友，也不玩 HiFi， 但是我对音频的感知能力算是高于平均水平，因为毕竟玩了很多年的科技类的产品，也听过很多很好的耳机和音箱。但是对我来说，一代和二代的产品在低频和高频的表现力各有各的优势，在我听起来啊，就属于那种完全不需要仔细听，也不需要你有很强的这种听感能力，是非常明显的差别。而且我也没有去拿专业设备去测这个音响的这些频响。那这些测试数据呢，我相信大家这几天陆续可以看到那些专业机构出具的这些数据来对比看一下。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啊，我的感受和那些专业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因为实在是太明显了。而且呢，我觉得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那些音频响度曲线和数据完全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所以呢，我觉得直接分享我的听感对你来说才更有意义。另外我先说一下我的测试方法是通过2个一代和2个二代分别组成2对立体声，一共是4个 HomePod， 然后通过 AirPlay 来播放音乐，然后通过一代和二代的2组立体声的这个音量控制，能够实时的听出非常明显的区别。播放 Hotel of California 和 Donna Burke 的这个 Sins of the Father 这2首曲子的时候，关掉一代的声音，瞬间二代发出的人声
就特别的突出，听感一下就透亮出来了。但是听 Virtuous Pop 这首曲子的时候，关掉一代的声音，只保留二代的声音，你就会立刻感觉到低音的氛围感就少了很多很多。再一拉满一代的声音，整个桌子就跟着又开始震起来了，说明一代的这个低音的优势还是更强的。当然啊，音频这个东西主观性也是存在的，我就听很多人说一代的这个低音的烘头感很强，虽然说它的低音下潜还不错，但是那种轰隆隆的那种感觉啊，对很多人来说就意味着轰头。所以说这一点感受是我个人的主观的偏好。我个人虽然说认为二代的整体音质明显要强于一代，但是我是那种仍然是很喜欢动次打次那种低音的氛围感的那种俗人，所以我觉得一代的低音其实更符合我的胃口。另外我特别说明一下啊，虽然说我测试环境是两个 HomePod 两组成的立体声，但是其实单一如果你说你只买一个的话，单一的听感其实跟立体声没有区别。我刚才说的那些结论也都成立，依然是二代整体音质强于一代，尤其是中高频人声的这种频率，听感特别透亮清晰，然后乐器每一个不同的乐器的这种隔离感都特别特别强。不过一代的低音感觉是更有力的，那在听一些以低频为主导的音乐下，你甚至觉得一代的音量其实要比二代大。话说回来呢，既然二代的 HomePod 少了2个高音的扬声器，那为什么中高音的表现力更好呢？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很重要的一点，不要看纸面参数来判断是不是降配，是不是减配。科技呢是在不断的发展的，凭什么认为5个更好的高音喇叭一定要比5年前的7个高音喇叭要差呢？而且我对苹果的声学实验室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10几年前我有一个当时苹果的 MacBook Pro 一个笔电，当时还是比较薄的，现在看可能会比较厚。10几年前的产品，当时我就觉得这么轻薄的机身发出来的声音怎么这么不俗呢？结果后面10几年苹果的笔电一年比一年薄，声音反而一年比一年好，这种震撼感直到2021年苹果发布了新款的 iMac 11毫米厚，但是我听到那个喇叭一发声我又惊呆了。所以5个高音扬声器对比7个就不代表是降配，大家有机会自己去体验，别看网上那些不负责的营销号新闻一个比一个扯。二代的中高频的表现力非常强，是属于它的一个非常有明显的一个提升。顺便呢我就聊聊波束复琴是怎么回事。波束复琴呢也叫 Beamforming， 这个技术我以前聊电磁波的时候详细的讲过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频去考古。其实电磁波和声波，也就是声波也就是机械波嘛，都有很多相似的这个性质。波束复琴呢其实就是完全就是一回事儿。二代的 HomePod 这里面有5个扬声器的阵列，那通过每一个扬声器发射的机械波呢，利用麦克风计算强体反射的这个距离和音量，然后通过微小的声波相位差，那5个扬声器互相干涉，让声波呢就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向性，甚至呢这种指向性是可以随时变化的。那波束复琴技术已经是很成熟的用在手机网络还有家用 WiFi 上了。如果说你明白相共振天线的原理，你就知道 HomePod 也是一回事儿。只不过相比发射电磁波的相共振天线，通过密密麻麻的这个天线组件互相干涉来生成有形状的这种电磁波， HomePod 呢是通过5个扬声器的阵列，你就可以理解为相共振天线上的这个天线组件，这5个扬声器的阵列也可以互相干涉，实现发射出有形状的机械波，也就是声波。那苹果的计算音频、空间音频其实就是通过芯片和麦克风实时的计算通过控制扬声器和声波的这个相位，让音频有很强的空间感。最后呢很无奈的老实的承认我发现其实针对我自己的偏好，1代和2代2组立体声的 HomePod 一共4个播放音乐的时候效果才是最好的。2代的中高音清晰透亮的同时，1代呢更有力的低音也能补足2代低频少了那么点力度的感觉。可惜对大多数人来说4个 HomePod 是完全没必要的。而且1代已经停产快2年了，1代的品控呢也确实存在挺多问题的。虽然我仍然是喜欢1代的，尤其是它的这个低频的表现力，但是我不推荐任何人再去市场上去淘1代了。麦克风的部分呢，看纸面上也是减配，由1代的6个麦克风阵列变成了2代的4个麦克风阵列。其实这也是让很多媒体说 HomePod 2代是减配的一个原因，但这里面的原理呢就跟刚才我说的扬声器是完全一回事。通过更好的音频算法、更好的传感器实现同样的功能，甚至更好的功能，那卖得更便宜，产品更轻便，这怎么能算降配呢？麦克风阵列的原理呢也是通过机械波相位调节实现了这个感知声音的来源。声波呢也就是机械波，刚才说过好多次了，不管是发射还是接收，原理都是一样的。麦克风阵列中不同位置的麦克风通过接收到这个声波的不同的时间差，微小的这个时间差，有点像人耳的那个效应，双耳效应嘛。那经过反向的算法就能判断出这个声音来源的方位。那这个技术被用在了识别人声的方位以及 HomePod 自己播放音乐的时候，
它的声音呢经过墙体的反射，就能粗略的判断房间的结构，然后通过干涉这个发射机械波的相位，就能实现空间的这种音频的这种空间的感觉，也能更准确的感知你呼喊 Siri 的这个声音。我这几天测试下来啊，2代跟1代一样灵敏，虽然说麦克风阵列从1代的6个变成了2代的4个，但是在 Dolby Atmos 的这个音频下，尤其是连上 Apple TV 4K 最新的那个 Apple TV 之后，你播放 Dolby Atmos 的这个音频，通过更新的这个麦克风阵列和扬声器，就能实现更好的效果。所以说很难说这是降配。所以说麦克风的阵列其实也是有提升的，你别看数字变少了。WiFi 和芯片就有意思了啊，1代是支持 802.11ac 的，也就是 WiFi 5，变成了2代的 802.11n， 也就是 WiFi 4，很多人也会觉得这就是降配。究竟是不是降配呢？我简单聊一下WiFi 4和5的区别啊，大家自己判断一下。4代和5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5代引入了电磁波波束复形技术，也就是刚才我聊机械波的时候反复提到的这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应用在手机上，信号塔上的这个相控阵天线就可以追着你的手机射频。那 HomePod 呢是完全没有移动的场景，你是固定放在一个位置的，所以波束复形的作用就非常非常有限了，基本上没有都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呢，我相信如果说你要通过严谨的测试，是可以测出来 HomePod 1代和2代应该在信号上是有差别的。但是这种差别啊，实际上通过降低握手速率，保证最基础的音频传输的这个信号的这个带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比如说 HomePod 1代利用的是 WiFi 5，对吧？可以跟我的无线 AP 达到800多兆的这个握手速率，但是 HomePod 2代就只有几十兆的握手速率。另一个 WiFi 4和5的区别就在于 MIMO， 就是利用多个天线实现的这个多路的无线电磁波链路，加大这个通讯带宽。但是话说回来啊， HomePod 呢只负责串流音乐，经过我实测呢，播放音乐充其量啊，也就是用到几兆的带宽就够了，完全用不到1代的2x2的 MIMO 天线。所以我自己认为啊，从纸面上看 HomePod 2代 WiFi 那肯定是相比1代纸面上看肯定是降配嘛，但是我更倾向认为的是 HomePod 1代实际上 WiFi 性能是过剩的，而且是完完全全过剩的。那可能有人觉得2023年了，对吧？ WiFi 6都已经快成主流了， WiFi 7的标准都快出来了，那为什么苹果这个2代就非不用 WiFi 6反而用 WiFi 4呢？我跟大家盘一盘 WiFi 6也就是 802.11ax 都有哪些特性啊？其中一个叫 BSS 染色技术，其实就是复用电磁波这个频率的，说到底呢，就是为了更有效的利用信道资源，为的是增加这个无线通讯的这个数据的吞吐能力。还有一个 WiFi 6的新特性呢，就是 MU MIMO， 就是大规模的多用户的这个多进多出技术，其实也是为了提升这个数据吞吐量，提升通讯带宽。还有一个 WiFi 6的新特性呢，就是 OFDMA， 也是一种复用信道资源的这种信号调制和解调的技术，目的呢也是为了榨取有限的这个频谱资源，提升通讯带宽。大家听出来没有？WiFi 6的很多新特性完全是为了提升带宽的。HomePod 这种产品对于带宽的需求就是几兆，顶破天几十兆，别说 WiFi 6，你就是到了 WiFi 100代，可能对它也没有特别的提升。说到底呢， HomePod 就像你其他的智能家居的产品一样，不需要那么大的这个带宽。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智能家居的这个传感器啊，还有产品啊，还在用 2.4G 的老 WiFi 一样，因为够用又便宜，那为什么要上 WiFi 6、WiFi 7呢？又不是电脑和手机这类产品，对吧？这类产品对带宽和信号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HomePod 你用来播放音乐，然后你又是插着电源，你又是固定的放在一个位置用，又不需要考虑省电。如果说紧跟科技上了最新规格的 WiFi 标准，对苹果来说只能是意味着增加成本。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1代的 HomePod， 苹果是明显给予了厚望的。在苹果自己的规划里啊 ，HomePod 这款产品不仅仅是一款智能音箱而已，但是呢，过高的这个售价导致最终的这个销量，当年肯定是没达到苹果的预期嘛，所以停产了2年，然后这个1代产品到现在已经5年了。所以继任者 HomePod 2代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严格控制成本，所以形成了一个纸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降配的2代。实际上客观来分析啊，我认为用哪个这个标准的 WiFi 根本就不应该是消费者担心的问题。采用便宜的老标准，降低了成本，实际上是件好事儿，是一件大好事儿。总结一下 WiFi 的话题啊，那就是 HomePod 用 WiFi 4没有任何问题。听好，苹果的手表用的也是 WiFi 4， HomePod mini 用的也是 WiFi 4。 HomePod 其实根本就没有理由用最新的 WiFi 标准。芯片呢也是刚才 WiFi 的逻辑啊，为了省成本，用手表的这个 S7 芯片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从制程上考虑的话，其实 S7 就是2代用的这个芯片，制程上是要比老1代的这个 A8 要更先进的。而且 HomePod 其实完全用不着这么强的计算性能，不管是 S7 还是以前的 A8， HomePod 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用到整颗 SoC 上某些用来计算音频的核心而已。所以说不管是 A8 还是 S7， 性能都完完全全
全发挥不出来，因为 HomePod 根本就不需要很强的性能，它直接用现成的这个芯片，要比单独去做一个更适合 HomePod 的一个可能只负责 DSP 或者只负责音频处理的芯片要更省钱。所以呢，苹果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直接用了手表的这个 S7 芯片，自己家的芯片，然后有那么多库存，对吧？直接用就完了，省得再去研发一个专属芯片了。所以说，客观的说呢，与其说 HomePod 2代是降配，不如说当年的 HomePod 1代，当时堆料堆得太狠了，然后卖这么贵。1代的 WiFi 5，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1代的 WiFi 5，整个 WiFi 芯片只有下载固件更新的时候，速度才能发挥出来。1代里面其实也有蓝牙芯片，2代也有，只不过1呢就一直把蓝牙芯片放在机器里面，也没有解锁，也没有启用。然后呢，还有一个加速传感器，也都一直在机器里面，一直没有启用。那这么看起来，其实2代硬件的选型啊是更合理的，售价呢降低的这个几百块钱，有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更合理的这个选型，用了更适合的硬件。那接下来我就要聊一聊正儿八经的提升了。传感器方面呢 ，HomePod 2代加了 U1。这个用来做空间感知和跟 iPhone 的这个交互嘛，其实这个 U1 跟这个 HomePod mini 是一样的，那还额外加入了温度和湿度传感器。那除了官方演示的可以问 HomePod 现在房间的温度和湿度是多少？我严重怀疑没有人这么用。其实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场景，就在于通过 Home App 实现自动化。那这两个传感器是可以当做触发器来用的。比如说你在 Home App 里面就可以添加一些由这两个传感器来触发的自动化，比如说，房间的湿度高于或低于多少就启用空调，或者是抽湿或加湿，对吧？或者温度高于多少或低于多少就报警，或者发送信息来提醒之类的。那这一点会变得非常非常实用。作为本职工作是音箱的 HomePod，那这两个传感器的作用可能会被不少人低估。再结合 HomePod 2代一个独占的功能，就是今年春季晚些一个固件更新之后，HomePod 2代呢是可以监听警报声的，比如说它能监听烟雾报警器的声音，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报警器类型的声音。一旦检测到有报警声，也可以启用一些比如说自动化、呼叫、火警之类的这些功能。刚才既然说到固件更新嘛，其实大家都知道，最近苹果这几年有一些产品通过固件更新老是玩新花样，就比如说 HomePod mini 里面明明有一个传感器，结果过了1年半载来个固件更新才解锁一些新功能。HomePod 2代呢可能也会如此。我之前看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苹果的专利，说是这个专利说的是苹果可能能通过4个 HomePod 甚至更多的 HomePod 来组成可能多声道，甚至去对标 5.1 啊 7.1 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个人感觉可能性不大，因为 HomePod 它毕竟还是个全向的扬声器，虽然说它的高音喇叭有波束复形，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指向性，但是毕竟是没办法跟定向的扬声器相比的嘛。也就是说，即使通过多个 HomePod 组合的方式实现了2个以上的声道，效果也不会有比那些专门的 5.1 声道好。再加上买4个 HomePod 要花多少钱？一般人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可能买1个，然后有立体声的土豪可能会买2个，但是有多少不太寻常的人会买4个？但是有多少人会买4个价格不菲的智能家庭音箱，然后专门放在一起组成家庭影院的这个音效呢？需求是一定不大的。所以说，即使看到苹果持有相关的专利，我觉得将来通过固件更新解锁这种功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而且现在其实2个 HomePod 就可以模拟Dolby Atmos 的效果，大家就更不用期待它一定要去模拟多声道了。最后呢，浅的聊一下2代 HomePod 加入的 Thread 这个协议的支持。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厂商开始布局 Thread 协议的这个智能家居了。苹果和 Google 主导的这个 Matter 这个标准已经搁了快2年了。我简单说一下原因是什么。Matter 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专门为了智能家居而生的通讯标准。那在这个标准下，将会把过去10几年这种智能家居产品采用的 WiFi 啊、蓝牙、BLE 啊、Zigbee 啊和最新的 Thread 这些无线通讯协议做出一个大一统。想要彻底改变以前各家推自己的标准，不同厂商和品牌之间的产品没办法互相通讯的这种局面。Matter 呢，由苹果、Google 还有亚马逊还有一众其他的科技巨头联合牵头定制。但是呢，在定制标准的期间，因为有不断的吸收新成员，所以制定的这个标准就一改再改，直到现在。相当于 Matter 作为专门的这个智能家居通讯的标准，以后会统一各种无线技术和协议。而苹果的这个 HomePod 2代将会是将来以 Matter 作为标准的新的 Home App 的这个中枢。所以这样看起来苹果依然是想把 HomePod 定义成一个组建智能家居家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品。思路呢有一点像当年的微软，就是不好好定义他家的游戏机，
非要把 Xbox One 定义成这个占领客厅的这个家庭娱乐中心的这种概念。不过呢，市场买不买账就要看消费者了。这也是我想聊的最后一点，就是 HomePod 2代的定位，或者说这款产品能否成功的被市场接受。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说相比1代 HomePod，二代各方面其实都是有提升的，而且便宜了几百块钱。不过我依然不认为2代的 HomePod 能改变1代的这种销售颓势。作为一个在苹果生态的这个智能音箱产品啊，我认为针对合适的人群，HomePod 呢会是一款非常棒的产品。但是对绝大多数消费者，甚至针对苹果自己生态的用户，2000多的价位啊，依然是不会被大众市场接受的。那么作为智能家庭中枢，不到1000元的 HomePod mini 有着基本相同的配置，那很难有HomePod 出头的机会。大部分消费者对于价格是最敏感的，从 HomePod mini 9倍于 HomePod 的销量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绝大多数人啊，对音质的感知远远不如直观的看屏幕，还有看产品的做工，这些感知要明显，就更别说价格了。所以说，如果说 HomePod 2代做不到1000元级的价格，我个人预计啊，和1代一样，注定只是小部分群体的玩具，绝大多数消费者呢依然会选择 HomePod mini。那这个现象呢，就像苹果每年卖的最好的手机啊，永远是不带 Pro 也不带 Max 的机型，一个道理。消费者嘛，对价格是最敏感的。那么关于 HomePod 2代呢，我就先聊这么多。2月份的会员直播呢，我抽奖送两个全新的给我们会员。我是 AK，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